想通自己的处境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第一个表态说道：“既然叶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坚决拥护。这10亿美元我出了。其他几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表情难看至极。”其中一人开口问他：“叶先生，是不是我们把这笔钱拿出来之后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？”叶晨淡然道：“可以一笔勾销，不过你们拿钱成立了这个基金，对你们来说也同样适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将来你们这帮人又重新干起老本行了，那悬赏对你们也一样有用。一旦有人揭露你们的犯罪事实，他也可以拿到奖励。有人杀了你们，同样可以拿到奖励。”那人郁闷至极，说道：“您这么搞，对我们来说确实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出了钱，后续还要受到制约，甚至还可能被自己的钱买凶杀自己，这不合理啊。”叶晨看着他，反问道：“照你的意思，这种事你以后还是要干，对吧？”对方低声嘀咕道：“我觉得我们关起门来玩这些，也影响不到谁。就是有些像马特·芬克尔斯坦这样的贱人，一边组织我们玩，一边还要偷拍我们，想拿捏我们，最后把这些事情暴露出去，变成丑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玩得开开心心，跟外界没有任何关系啊。”史蒂夫皱眉呵斥道：“汉克，你他妈说话注意一点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在跟叶先生说话，拿出点应有的尊重出来。”对方见史蒂夫一脸杀气，心里更是郁闷，干脆豁出去了，开口道：“罗斯查尔德先生，我对您是很尊重的，对这位叶先生也很尊重，只是凡事都得有个合理性。我们从来没在华夏搞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如果被这位华夏的叶先生叫到华夏来一顿批评威胁，甚至连我们以后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都要受他管辖，这不合理吧？”史蒂夫冷声道：“既然是叶先生说出来的事情，就一定合理。你他妈的不好好想着怎么赚钱，满脑子都是那些龌龊事情。别忘了，你也是有孩子有孙子的人，做那些事情之前就没考虑过他们吗？”对方一脸委屈：“罗斯查尔德先生，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志向，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多，我只想往后过得随心所欲一点，这有错吗？至于你说我的孩子和孙子，如果不是马特·芬克尔斯坦这种贱人乱拍视频，我的和孩子和孙子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那些岛上都做了什么。出了家门是花花公子，回到家里就是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爷爷，大家不都是这样吗？”其他几人虽然不敢直接开口，但表情上也都是一脸赞同。叶晨这时淡淡道：“我这个人喜欢多管闲事，在我没知道这些烂事之前，你们在美国怎么玩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我就要管上一管。”说罢，他看着对方，冷笑道：“你喜欢玩是吧？那我就让你从今往后失去玩的资本。如果你将来还是很想玩，可以考虑一下被人玩而不是玩别人。”那人心生畏惧，不知叶晨这番话是什么意思。他并未察觉，叶晨将一股特殊的力量渡入自己体内，像当初的萧总萧逸谦一样，他从今往后将彻底失去男性雄风。史蒂夫看向叶晨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个王八蛋我不吃罚酒，依我看，不如让他到洪先生的养狗场那里好好反省反省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你是真会给洪武找事儿，这些人都是通过正规手续，光明正大入境华夏的，而且他们大摇大摆的来天相府，不知被多少监控拍到。你让洪武把他们弄到养狗场，这不是给洪武找麻烦吗？”史蒂夫咬牙道：“我就是看不过他这个鸟样。没事，等回了美国我收拾他。”那个叫汉克的白人男子一阵紧张，哭丧着脸说：“罗斯查尔德先生，我就是说了几句心里话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史蒂夫还想骂他，叶晨伸手打断，环视一周，问他们：“你们是不是都觉得私下里怎么在那些岛上玩弄别人是你们的自由？”众人不敢承认，但也没人开口否认，他们都是那种生活方式以及那方面口味已经进化成变态的人。
普通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了。如果将来不让他们再做那种事情，他们的生活会失去很多乐趣，甚至在他们看来，生活会了无生趣。这就像普通抽烟和吸毒者的区别。这帮人就像那些已经毒入膏肓的毒虫，莫说抽烟，就算是注射毒品，都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到满足。这种情况下，叶晨刚才对他们提出的要求，就相当于是逼迫他们戒毒。叶晨自己也看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他笑了笑，向着众人虚空一挥手，无形的灵气四处飞散，纷纷钻进这些人的体内。随即，叶晨淡然道：“罢了，这件事情我给你们1天的时间，回去好好考虑一下。如果你们明天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记住，这都得益于你们刚才那位大胆提出不满的朋友。明天晚上我还在这里设宴，如果你们明天决定接受我的建议，就过来赴宴，到时候会有史蒂夫代表我招待你们。不过明天再来，每个人要出的钱就要从1亿美金变成10亿。”这帮人听得莫名其妙，完全不知道叶晨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叶晨让他们回去自己考虑，难道是连的1亿美金也可以不用出了吗？那汉克豁出去了，直接问他：“叶先生，如果我们不接受你的提议，你是不是要让马特·芬克尔斯坦把那些视频公诸于众，让我们身败名裂？”叶晨笑道：“那也太没意思了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情不管你们接受与否，我都不会让马特曝光你们的行为。你们只需要慎重考虑一下，看看是今天接受我的提议，还是明天接受。今天接受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还是1亿美金；明天接受变成10亿美金。如果你们今天接受的话，记得向史蒂夫报名登记。”说罢，他站起身来，对史蒂夫说道：“史蒂夫，我就不跟这帮变态坐在一起吃饭了。你记得登记一下，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，都由你来登记。另外，今天这顿饭他们每人要出1000万美金的餐费，这笔钱你帮我收一下。收齐了之后直接交给红武。我先走了。大年初1给您拜年了，愿您在新的1年里烦恼清零，快乐加倍，事业顺心，生活甜蜜，每天都有好心情，每月都有新收获，幸福永相随。”